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张涛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。林默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那张熟悉的脸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。有些事情总要有人说出来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透着某种决绝。5分钟后，会议室里将发生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启明科技大厦18层研发部办公区在午后3点显得异常安静，只有键盘敲击声和空调的嗡鸣声交替响起，偶尔有人起身去饮水机边接水，脚步声在地毯上几乎听不见。林默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摆着3台显示器，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代码如瀑布般流淌，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每一次敲击都精准有力，仿佛在演奏一首只有他能听懂的乐曲。旁边的茶杯已经凉了，杯壁上凝结着细小的水珠。林默，这个算法还是有问题。王浩端着咖啡杯走过来，站在林默身后。你看这里的递归调用，效率太低了。林默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继续盯着屏幕。3秒钟后，他才缓缓转过椅子。这个算法已经经过17次优化，效率提升了43倍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，可以写出来我看看。王浩的脸色微微变了变。我只是提个建议，建议很好，但是要有具体的方案。林默重新转向屏幕，星轨项目不是用来练手的。办公区里的其他同事都听到了这段对话，但没有人抬头。这种场面在过去的3个月里已经上演过无数次。王浩总是会在关键时刻出现，提出一些看似专业实则空洞的意见，而林默总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他。下午4点，张涛从总监办公室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他走到林默面前，项目进度报告我看了，很不错。明天的中期评审你准备的怎么样？ PPT 已经做好了，演示环境也搭建完成。林默保存了代码，转过椅子面对张涛。预计演示时间20分钟，答疑10分钟。好，明天的评审很重要，公司高层都会来。张涛拍了拍林默的肩膀，你这5年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这句话说得很轻，但办公区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。王浩握着咖啡杯的手紧了紧，杯壁上的温度通过手指传递到他的神经末梢。他看着张涛和林默说话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些复杂的情绪。傍晚6点，办公室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。林默依然坐在位置上，面前的3台显示器依然亮着，他在做最后的测试。每一个功能模块都要重新验证一遍。星轨项目是他5年来投入最多精力的项目，从最初的架构设计到现在的核心算法，每一行代码都带着他的痕迹。还不走？王浩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明天的演示不能有任何纰漏。林默没有抬头。你这么拼命，不怕把身体搞垮？王浩站在林默的工位旁边，语气里带着某种关切，但眼神却很复杂。项目成功比什么都重要。林默终于抬起头，看着王浩，你不是也经常加班吗？我哪有你这么拼？王浩笑了笑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项目成功了，升职的事也不一定。什么意思？林默的手停在键盘上。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有时候技术好不一定就能升职。王浩看着林默的表情，
公司里的事情，你懂的。林默重新转向屏幕，我懂什么？比如人际关系，比如资源整合能力，比如……王浩停顿了一下，比如和领导的关系。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，空调的嗡鸣声显得格外清晰。林默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，每一下都很用力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林默，我们都在这个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有些话我觉得应该和你说清楚。王浩拉了一把椅子坐下。你觉得张总监真的会推荐你升副经理吗？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他有更好的选择。王浩的声音压得很低。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有优势。林默停下了敲键盘的动作。办公室里安静的可以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声。他转过椅子，直视着王浩的眼睛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技术只是一方面，管理才是关键。王浩站起身，明天的评审，你好好表现。但是结果，他摇了摇头，结果不一定如你所愿。王浩走了，办公室里又剩下林默一个人。他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城市的灯火在玻璃上投射出斑驳的光影。星轨项目的命名来源于古代天文学中对星体运行轨迹的观察和计算。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像星轨一样，按照既定的轨道稳定运行。晚上9点，林默才离开办公室。电梯里，他遇到了公司的保安老李。林工程师又加班啊？老李笑着问。明天有个重要的评审。你们技术人员真辛苦，不过听说公司要提拔副经理了。老李按下1楼的按钮，大家都说你最有希望，还没有定论。我在这个公司待了10年，看过太多人来来去去。老李看着电梯里的数字跳动，有能力的人总会有出头的日子。电梯到了1楼，林默走出电梯，在大厦门口等出租车。夜风吹过，带着一丝凉意。他想起王浩刚才说的话，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。但很快，他又将这种不安压了下去。项目的成功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。第2天早上，林默8点就到了公司。评审会议安排在上午10点，他要提前检查设备和网络连接。会议室里，他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投影仪，测试每一页 PPT 的显示效果。9点半，与会人员陆续到达，除了张涛，还有公司的技术总监、产品总监以及几个其他部门的经理。林默站在会议室前面，检查着最后的准备工作。10点整，评审正式开始。林默打开第1页PPT， 开始介绍星轨项目的整体架构。他的声音清晰而有力，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解释得非常清楚。在场的技术专家频频点头，显然对项目的进展很满意。演示进行到第15分钟时，王浩走进了会议室，他向大家道歉说有急事来晚了，然后坐在会议室的后排。林默注意到王浩的到来，但没有停下演示。20分钟后，演示结束，进入答疑环节。技术总监问了几个关于算法复杂度的问题，林默都回答得很好。产品总监询问了项目的商业化前景，林默也给出了详细的分析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张涛环视会议室，王浩举手，我有个问题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王浩，他站起身。关于项目的风险控制，我觉得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地方。林默看着王浩，等待他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如果核心算法出现问题，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？王浩的声音很平静。还有，项目的时间节点是否过于乐观？
这是2个很好的问题，也是林默准备过的问题。他详细解释了备用方案的设计思路，以及时间节点的制定依据。王浩听完后点了点头，谢谢林默的解答。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。评审会议结束后，所有人都对星轨项目的进展表示满意。技术总监特别表扬了林默的技术水平，产品总监也认为项目的商业前景很好。下午，张涛召开了部门会议，正式宣布星轨项目通过中期评审，进入下一阶段的开发。同时，他还透露公司准备在项目成功后设立新的副经理职位，负责技术创新方面的工作。会议结束后，同事们都围在林默身边祝贺，大家都认为这个副经理职位非他莫属。林默表现得很平静，只是说会继续努力把项目做好。但是王浩没有参与祝贺，他站在会议室的角落，看着被众人包围的林默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1周后的周5下午，公司发布了一份人事任命通知。林默正在调试代码，桌上的手机响了，是同事小李打来的。林默，你看公司内网了吗？小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。没有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林默打开公司内网，在首页的显著位置看到了那份人事任命通知。他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确认自己没有看错。经公司研究决定，任命王浩为研发部副经理，负责技术创新和项目管理工作。通知很简短，没有任何解释或说明。林默盯着屏幕，手指握着鼠标，一动不动。办公区里的其他同事也都看到了这份通知，他们交头接耳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林默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他。下午4点，林默敲响了张涛办公室的门。进来。张涛的声音听起来很平常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林默推门进去，看到张涛正在看文件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中央空调的声音。坐吧。张涛抬起头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林默坐下，看着张涛，两人对视了几秒钟，都没有说话。你是为了人事任命的事来的吧？张涛先开口。是的，我知道你可能有些不理解。张涛放下手中的文件，但是公司的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我想知道原因。林默的声音很平静。王浩在资源整合和团队协调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能力。张涛的话说得很慢，仿佛在斟酌每一个词。副经理的职位不仅仅需要技术能力，还需要管理能力。星轨项目是我主导的，这一点公司都看到了。你的技术能力毋庸置疑。张涛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但是管理层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。林默看着张涛的背影，比如什么因素？比如团队建设，比如跨部门协调，比如……张涛停顿了一下，比如和上级的沟通。办公室里又陷入了沉默。张涛转过身，看着坐在椅子上的林默。林默，你的能力大家都认可，但是有时候能力不是唯一的标准。张涛重新坐下。王浩在处理复杂关系方面更有优势。什么复杂关系？公司内部的关系、客户关系、合作伙伴关系。张涛看着林默，这些都需要特殊的技巧。林默明白了张涛话里的含义，他站起身。我知道了，林默，你不要多想。张涛也站起身。公司对你的期望很高，以后还会有机会的。谢谢张总监的解释。林默走向门口。我会继续做好星轨项目。那就好。张涛看着林默的背影，项目的成功
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成绩。林默走出办公室，关上门，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传来的电话铃声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走回自己的工位。办公区里的同事们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，但林默能感觉到有些人在偷偷看他。他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继续调试代码。半小时后，王浩从外面回来了。他经过林默的工位时停了下来。林默，关于人事任命的事。王浩的声音有些犹豫。恭喜你。林默没有抬头，继续盯着屏幕。我知道你可能，没什么可能的。林默终于抬起头，看着王浩。公司的决定，我们都要接受。以后我们还是同事，还是要互相配合。王浩看着林默的眼睛。星轨项目我会全力支持。那就好。林默重新转向屏幕，项目的进度不能耽误。王浩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向自己的工位。他经过其他同事的位置时，有人向他表示祝贺，但声音都压得很低。下班时间到了，办公室里的人陆续离开。林默依然坐在位置上，面前的屏幕显示着代码编辑器，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，但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。小黎走过来，林默，一起去吃饭吧。你们去吧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别想太多了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小李拍了拍林默的肩膀。王浩当副经理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心里有什么数？你懂的。小李看了看四周，确认没有其他人。有些事情不是看能力的。林默没有回答，小李也没有再说什么，收拾东西离开了。晚上8点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林默一个人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城市的灯火依然明亮，车流在街道上穿梭，一切都和平时一样。但是对于林默来说，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，不是项目，不是技术，而是他对这个公司，对这个环境的认识。他回到位置上，打开邮件软件，开始写一份详细的项目进度报告。既然王浩已经是副经理，那么他就应该对项目的每一个细节都了解清楚。林默要确保星轨项目不会因为管理层的变动而受到任何影响。夜晚10点，林默发送了那份12页的项目报告，抄送给了张涛和王浩。然后他关闭电脑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电梯里，他又遇到了保安老李。林工程师又加班啊？老李还是那句话，听说你们部门有新的副经理了。老李看着电梯里跳动的数字，是的，不是你啊。老李有些意外，我还以为公司自有公司的考虑。林默打断了老李的话，也是，我一个看门的，瞎操什么心？老李笑了笑，不过林工程师，你这技术到哪都饿不死。电梯到了1楼，林默走出大厦，夜风还是那样凉，但他感觉比以前更冷一些。3周后，启明科技迎来了一次重要的视察，总公司董事长要来了解各个项目的进展情况。星轨项目作为公司的重点项目，被安排在汇报议程的第1位。汇报会安排在公司22层的大会议室，这是启明科技最大的会议室，可以容纳50个人。上午9点，与会人员陆续到达，除了研发部的核心成员，还有公司的各级管理层。林默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室，检查投影设备和演示环境。他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，这是他专门为这次汇报购买的。星轨项目经过3个月的深度开发，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突破。他有信心向董事长展示项目的价值。9点45分，
董事长一行到达。董事长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眼神锐利而深邃。他身后跟着3个随行人员，都穿着得体的商务装。张涛迎上前去：“董事长，欢迎您来指导工作。张总监辛苦了。”董事长和张涛握手，然后环视会议室。今天主要想了解一下星轨项目的情况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详细的汇报材料。张涛引导董事长到主席台前的座位。10点整，汇报会正式开始。按照安排，应该由项目负责人林默进行技术汇报，然后由副经理王浩进行管理总结。但是王浩抢先站了起来：“董事长，我是研发部副经理王浩，由我来为您汇报星轨项目的整体情况。”王浩走到投影仪前，打开了他自己准备的 PPT。林默看着王浩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这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流程。王浩开始汇报，他用了大量的管理术语和商业概念，将星轨项目包装得非常高大上。在他的描述中，项目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的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能力。在我的主导下，团队克服了多项技术难关，项目进度超出预期。王浩指着 PPT 上的甘特图：“我们建立了高效的沟通机制和风险控制体系。”董事长听得很认真，不时点头。其他与会人员也都专注地看着王浩的演示。20分钟后，王浩的汇报结束了。张涛鼓掌：“王浩副经理汇报得很好，全面展现了项目的管理成果。”董事长也鼓了鼓掌：“确实很全面，不过我想听听技术方面的详细情况，特别是核心算法的实现。”张涛看向林默。林默是我们的技术骨干，对项目的技术细节最了解。林默站起身，走到投影仪前，他看了一眼王浩。王浩回到座位上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：“董事长，星轨项目的核心技术包括……”林默开始详细介绍项目的技术架构和算法设计。他的汇报非常专业，每一个技术点都解释得很清楚。董事长听得更加专注了，不时询问一些技术细节。林默都回答得很好，显示出对项目的深度理解。半小时后，林默的技术汇报结束。董事长点了点头，技术实现确实很先进，有很大的市场潜力。这时，董事长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：项目目前有什么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关注？张涛看向王浩，示意由他来回答。王浩站起身：“董事长，在我们的风险评估中，主要的风险点已经得到有效控制，我们建立了完善的……”就在王浩滔滔不绝地讲述风险控制措施时，林默突然站了起来，会议室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他。林默看着坐在主席台前的董事长，眼神中有某种坚定的光芒。“爸，撤资吧，这企业不行。”林默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，清晰而响亮，每一个字都传到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。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，安静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所有人都看着林默，眼中充满了震惊。董事长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，他的眼神从最初的惊讶逐渐变得深邃。王浩站在那里，嘴巴半张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张涛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。林默依然站着，看着董事长，等待着什么。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，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。几秒钟后，董事长缓缓站起身，他看着林默，脸上的表情很难读懂。然后
他转向身边的随行人员：“你们带其他人去参观一下公司的展厅，我有些事情要单独谈。”随行人员点点头，开始组织其他与会人员离开会议室。大家都很困惑，但没有人敢问什么，只是默默地跟着随行人员走出去。很快，偌大的会议室里只剩下4个人：董事长林默、张涛和王浩。会议室的门关上了，空调的嗡鸣声显得格外清晰。4个人站在那里，没有人说话，气氛压抑的让人透不过气来。董事长重新坐下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发出有节律的声音。他的眼神在林默、张涛和王浩之间游移，仿佛在思考什么重要的问题。张涛和王浩不安地站在那里，他们不明白董事长和林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为什么林默敢这样对董事长说话？为什么董事长没有立即发怒？你们2个先出去。董事长突然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。张涛和王浩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有些犹豫。我说：“你们先出去。”董事长的声音提高了一些。张涛连忙点头：“是，董事长。”他拉了拉王浩，2人快步走向门口，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董事长在他们走到门口时补充道，门再次关上。会议室里只剩下董事长和林默2个人。董事长看着林默，林默也看着董事长，2人对视了很久，都没有说话。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吗？董事长终于开口。我知道。林默的声音很平静。你知道后果可能是什么吗？我也知道。董事长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窗外是城市的繁华景象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车流如织。他背对着林默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人说出来。林默也站起身，即使后果很严重。说什么？说王浩是怎么抢走本该属于我的升职机会的，说张涛是怎么偏袒他的，说星轨项目的真实情况。林默的声音开始有了情绪，说这个公司的管理有多么混乱。董事长转过身，你有证据吗？林默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叠材料，这是王浩在担任副经理后对项目分工进行调整的记录。这是调整后项目出现纰漏的详细记录，这是我修复这些纰漏所花费时间的统计。董事长接过材料，仔细地看着。林默继续说道：“还有这个，这是王浩向张涛汇报工作时使用的技术方案，但实际上这些方案都是我设计的，他只是拿去当作自己的成果。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这些情况？”董事长放下材料，看着林默：“我报告了，但是没有人听。”林默的声音有些苦涩，或者说，有人听了，但选择视而不见。所以你选择在今天，在这种场合说出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会有人重视。林默看着董事长的眼睛：“包括您。”董事长重新坐下。林默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？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处理。林默也坐下。如果证据确凿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即使这意味着你自己也可能面临处罚。即使这样，董事长看着林默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你知道吗？5年前你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的技术能力不只是技术能力。董事长摇了摇头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有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品质。什么品质？坚持原则，不畏权威。董事长站起身，重新走到窗边。这种品质很珍贵，但也很危险。危险，因为它会让你树敌，
会让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处于劣势。董事长转过身，就像这次的升职事件，林默没有说话，等待董事长继续。王浩的升职确实有一些不正当的因素。董事长重新坐下，张涛接受了他的好处，这件事我会彻底调查。那么，但是你今天的行为也是不合适的。董事长看着林默，不管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，在公开场合这样做，都是对公司管理秩序的挑战。林默点了点头，我明白，你明白就好。董事长站起身，现在我要单独和张涛、王浩谈话，你先回去工作，等我的通知。林默也站起身，好的。还有，董事长在林默走到门口时叫住了他，星轨项目不能受到任何影响，这是公司的重点项目，我会确保项目的正常进行。林默打开门，张涛和王浩还站在走廊里，他们看到林默出来，眼中都带着紧张和疑惑。董事长让你们进去，林默平静地说道，然后径直走向电梯。张涛和王浩互相看了一眼，怯怯地走进了会议室。电梯里，林默看着跳动的数字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他知道有些事情已经无法回头了。回到办公区，同事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。显然，刚才在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传开了。虽然大家不知道具体的内容，但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。林默回到自己的工位，打开电脑，继续星轨项目的开发工作，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，每一下都很用力，仿佛要将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到代码中去。1个小时后，张涛和王浩从楼上下来了，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，走路的步伐也显得沉重。王浩经过林默的工位时停了一下，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，继续走向自己的位置。下午3点，公司人事部发出通知，要求林默到人事部谈话。人事部在15层，林默乘电梯上去，人事总监亲自接待了他。林默，董事长要我和你谈谈。人事总监的语气很正式，关于今天上午的事情。好的，公司已经决定成立专门的调查组，对你举报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。人事总监看着手中的文件，在调查期间，你继续正常工作，但不要对外泄露任何相关信息。我明白。另外，鉴于你在公开场合的不当行为，公司决定给你一个警告处分。人事总监抬起头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好的，请在这里签字。人事总监递过一份文件，林默签了字，然后返回办公区。同事们都注意到了他的归来，但没有人主动和他说话。整个下午，办公区里的气氛都很沉闷。下班时间到了，大家陆续离开。林默依然坐在位置上，思考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风波还在后面。调查持续了2个星期，这2个星期里，调查组的人员频繁出入公司，找各种相关人员谈话。财务部门的账目被仔细审查，项目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被重新梳理。林默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，他依然按照既定的计划推进星轨项目，但是办公区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，同事们说话都很小声，生怕被人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内容。王浩的情况明显不太好，他经常被叫去调查组谈话，每次回来脸色都很难看。有几次，林默看到他在工位上发呆，完全没有工作的状态。张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作为部门经理，
他需要配合调查的方面更多，他的办公室经常被调查人员占用，他自己只能在会议室里临时办公。第2个星期的周三，调查组的负责人找林默谈话。林默，我们的调查已经基本结束了。调查组负责人是公司的法务总监，你举报的问题大部分都得到了证实，具体是什么情况？王浩确实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，他将你的技术方案据为己有，在工作汇报中夸大自己的贡献。法务总监翻着手中的文件。另外，他在升职过程中确实向张涛提供了不正当的好处。什么样的好处？主要是金钱。我们在张涛的银行账户中发现了几笔来源不明的资金，时间都在人事任命前后。法务总监合上文件，经过核实，这些资金来自王浩。林默点了点头。那么公司准备怎么处理？王浩将被立即开除，张涛将被降职到普通员工。法务总监看着林默。另外，公司决定重新考虑研发部副经理的人选。重新考虑？是的，董事长的意思是，这个职位应该由真正有能力、有品德的人来担任。林默明白了法务总监话里的含义，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或得意的情绪。我还有一个问题。林默看着法务总监，董事长为什么会同意彻底调查这件事？法务总监沉默了一会儿。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回答的。当天下午，公司发布了新的人事任命通知，王浩被开除，张涛被降职，同时宣布林默被任命为星轨项目负责人，全权负责项目的后续开发和管理。关于副经理的职位，通知中说将在合适的时候另行安排。王浩当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公司。他经过林默的工位时停了下来。林默，王浩的声音很低，你赢了，这不是输赢的问题。林默抬起头看着王浩，这是对错的问题。也许吧。王浩苦笑了一下。不过你要小心，在这个公司，有原则的人往往活不长。那就试试看。王浩没有再说什么，拎着纸箱走出了办公区。张涛的情况更复杂一些。作为部门经理，他有很多工作需要交接，但是公司没有立即安排新的经理，而是让他继续处理日常事务，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者。这种状况持续了1个月。在这1个月里，林默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的管理工作。星轨项目在他的主导下稳步推进，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了预期要求。更重要的是，项目团队的士气明显提升了。同事们看到了公司对于不正当行为的严厉态度，也看到了踏实工作、坚持原则的价值。1个月后，公司正式任命林默为研发部副经理，同时从外部招聘了新的部门经理，负责整个研发部的统筹管理。升职仪式很简单，在部门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，同事们都鼓掌祝贺，但掌声中没有之前那种复杂的情绪，更多的是真心的认可。新任部门经理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，有着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。她在会议上说，林默副经理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，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。会议结束后，林默回到自己的工位，继续星轨项目的开发工作。不过现在他有了新的办公室，就在原来张涛办公室的隔壁。搬办公室的时候，林默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5年来的工作痕迹都装在几个纸箱里。同事们过来帮忙，小李拿着一个相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那是林默刚入职时的照片。
公司组织的新员工培训合影。照片上的林默看起来很年轻，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5年前的林默接过相框，那时候刚毕业，什么都不懂。现在懂了吗？小李笑着问。现在知道，有些东西比升职更重要。林默将相框放进纸箱，比如原则，比如对错。那你后悔吗？当初那样做？林默想了想，不后悔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会那样做，即使风险很大，即使风险很大。下午，林默搬进了新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大，但有一扇朝南的窗户，阳光可以直接照进来。他将那张5年前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，然后开始安排星轨项目后续的工作计划。星轨项目已经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，预计还有2个月就能正式上线。这个项目承载了林默5年来的心血，也见证了他在这个公司的成长轨迹。傍晚时分，董事长来到了林默的办公室。新办公室还满意吗？董事长站在门口问。很好，谢谢。林默起身，请坐。董事长坐下，看着办公桌上的那张照片。5年了。是的，5年了。这5年，你学到了什么？林默想了想，学到了技术，学到了管理，也学到了在复杂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原则。坚持原则很难，但是值得。董事长点了点头。星轨项目什么时候能上线？按照计划，2个月后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林默看着董事长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您会支持我的举报？明明我当时的做法很不合适。董事长沉默了一会儿。因为我需要知道真相。一个公司如果容忍弄虚作假，容忍不正当竞争，那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。仅仅是这样吗？还有，董事长看着林默，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那样做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。林默点了点头。谢谢您的信任。信任是相互的。董事长站起身。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公司。即使有时候公司的决定看起来不合理，但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董事长走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林默一个人，他看着窗外的夕阳，想起2个月前在会议室里发生的那一幕。当时他做出那个决定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，一种对不公平现象的愤怒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他觉得那个决定是对的，不是因为结果对他有利，而是因为那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。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，有些话总要有人去说，即使后果不确定，即使风险很大，但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沉默，那么不公平就会成为常态，弄虚作假就会成为规则。星轨项目按照预期顺利上线了。上线仪式上，公司的高层都到场祝贺，媒体也进行了报道。项目的成功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经济效益，也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声誉。林默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的观众，想起了项目开始时的情景。那时候，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程序员，为了一个升职的机会而努力工作。现在，他成了公司的副经理，负责着重要的技术创新工作。但是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职位的变化，而是这个过程中的坚持和成长。他学会了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，学会了在面临选择时坚持原则，也学会了承担责任和后果。仪式结束后，同事们围上来祝贺。小李拍着林默的肩膀说：“现在你可以说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”不，林默摇了摇头，应该说，坚持原则的人总会得到认可。
一样的意思吧？不一样。林默看着小李，金子发光是因为它的本性，但坚持原则是一种选择。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这样做。晚上，林默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，他站在窗前，看着城市的夜景，灯火依然明亮，车流依然不息，一切都和2个月前一样。但是对于林默来说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他对这个公司，对这个环境，对自己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。他明白了，真正的成功不是获得多高的职位，赚到多少钱，而是在面临选择时，能够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。星轨项目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选择，但是他有信心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坚持原则，坚持真理，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。就像星轨一样，虽然轨道复杂，但规律清晰，只要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行，就一定能够到达预定的目标。窗外的城市在夜色中闪闪发光，就像无数颗星星在夜空中运行，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，向着未知的未来前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